我先問你一個奇怪的問題：一個人有1000萬的資產，但這個月拿不出3萬塊，他算窮人還是富人？你可能覺得這是腦筋急轉彎，但在真實世界裡，這不是急轉彎，這是每年都在發生，而且往往發生在最風光那批人身上的事。我們对破產有一個很深的誤解，我們以為破產的意思是錢被花光了，是一個人揮霍無度，賬戶見底，什麼都不剩了。不是的，絕大多數的財務崩潰發生在這個人身上還有很多錢的時候。他有房、有車、有股份、有店，有一櫃子的名表。他的净資產可能還是正的，甚至是很漂亮的正的。他倒下的原因只有一個，在某一個特定的日子，他手上沒有那筆當天要交出去的錢。就這樣而已。今天這支影片，我想跟你聊的不是怎麼變有錢。網上講這個的人已經太多了。我想聊一件更冷門，但我認為對普通人重要的多的是，為什麼財富的增加有時候會同步增加你被一筆小錢擊倒的概率，以及怎麼用2個很簡單的算式測出你現在到底站在多穩的地上。先把一個概念講清楚，這個概念在金融裡有名字，但很少有人翻譯給普通人聽，叫做流動性不足和資不抵債的區別。我用大白話講，資不抵債是你把身上所有東西全賣光，還是不夠還債，這叫真的完蛋了。流動性不足是你東西夠多，賣光绰绰有餘，但你現在賣不掉，或者來不及賣，而对方明天就要錢。第二種才是絕大多数人真正遇到的情況。而這2種的差別有多大呢？打個比方，你在沙漠裡，背包裡有1整箱礦泉水，但那個箱子是焊死的鐵箱，要是在3天後才會寄到。你不缺水，你的水資產非常健康，但你會在第2天渴死。這就是現金流。現金流不衡量你有多少，它只衡量你在需要的那一秒能不能拿得出来。這裡有一句話，我希望你記住：財富是一個存量，現金流是一個時間表，而世界是按時間表運作的。房東按時間表收租，銀行按時間表扣款，員工按時間表領薪水，學校按時間表收學費。沒有一個人會因為你資產很多就同意你下個月再給。你的資產有多少，決定你有多大。你的現金流對不對得上，決定你能不能活到明天。這2件事是徹底分開的。現在我要給你一個視角，我覺得這是整支影片最值錢的部分。你可以把每一個人都理解成一家很小的银行。银行是怎麼倒的？很多人以為银行倒閉是因為亂借錢給還不起的人，有時候是，但更常見的是另一種，而且它听起来無聊得多，叫做久期錯配。意思是銀行手上的錢是短期的，隨時会被拿走的存款，但银行把這些錢拿去做的事是長期的，一時收不回來的房貸、長年期債券。平常沒事，因為不會所有人同一天來提款，但只要出現某個消息，讓一部分人同時想把錢拿回来，银行就必須把那些長期的東西提前变現，而提前变現就得折價賣，折價賣會造成虧損，虧損會引發更多人恐慌，更多人恐慌就來提款。到這一步，這家銀行的資產是不是夠已經完全不重要了，它会在幾天之內消失。2023年硅谷銀行的倒閉，本質上就是這套機制的一次現場演示。他手上握的不是垃圾資產，很大一部分是美國公債，理論上世界上最安全的東西之一，但他買的是長年期的，而利率在那段期間快速上升，長債的市價就掉了。這時候存款開始大量流出，他被迫在最糟糕的價格上賣掉那些債券，虧損被攤在陽光下，
然後擠兌在幾十個小時內完成了剩下的事。我講這段不是要你去分析銀行，我要你看的是那個結構，因為這個結構跟一個看起來很有錢的人的財務結構是同一個形狀。他的資產、房子、店面、公司股權、裝潢、設備、車、收藏品，全部是長期的，變現慢的，急着賣就要折價的。他的支出、房貸、車貸、員工薪水、店租、學費、保費、卡費，全部是短期的，每個月準時到期的，一天都不能拖的。他也把短錢壓進了長資產裡，他也在做久期錯配。他也只需要一件事，收入端出現一次斷流，就會走上跟那家銀行一模一樣的路，被迫在最差的時機賣掉最好的東西。而這就是為什麼看起來很有錢这件事本身會變成一個風險因子。因為一個人越有錢，他的資產就越傾向於往長期不流動的那一端跑，而他的支出永遠停留在每個月都要給的那一端。財富讓分子變大，但沒有讓分母變得更有彈性。剛剛講的是結構，現在我講5個具體的機制。你會發現，它們每一個單獨看都很合理，甚至都是成功的表現，但它們疊在一起就變成了一個精密的陷阱。1. 資產的抽血期。我們從小被教的是，資產會給你錢，但沒有人告訴你，幾乎所有的資產在開始給你錢之前，都要先喝你的血，而且這段時間通常很長。一間剛買的店面，在滿租之前是每個月往外掏錢的；一家剛開的公司，在損益兩平之前是每個月往外掏錢的；一棟剛交屋的房子，在租客搬進來之前是每個月往外掏錢的；一台你以為會幫你賺錢的機器，在訂單進來之前是每個月往外掏錢的。這些東西在報表上全部是資產，它們會讓你的淨資產數字變漂亮，但它們在成熟之前全部是負的現金流。於是就出現一個非常反直覺的現象，一個人越是在積極累積資產，他每個月的淨現金流就越難看，他的有錢程度在上升，他的撐得住程度在下降，而這兩條線是往相反方向走的，多數人只盯着上面那條。2. 身份的棘輪效應，這是我認為最被低估的一個。棘輪就是那種只能往一個方向轉，轉過去就退不回來的齒輪。人的生活水平就是一個棘輪，收入是會波動的，今年很好，明年可能很差。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，但生活水平不會跟着波動，它只會往上走，不會往下走。一個人收入翻倍之後，他會搬到更好的區，換更好的車，把小孩轉去更好的學校，加入某個圈子，開始出席某些場合。這些決定在他做的當下，每一個都是合理的，負擔得起的，甚至是必要的。問題在於，這些決定做完之後就不可逆了。你可以隨時決定今年不出國玩，但你没辦法在下個月決定把小孩從這間學校抽出來，你沒辦法輕易決定搬回原來那個區，你更沒辦法決定不再是那個大家認識的我。因為往下調的成本不只是錢，是身份的坍塌，是要在所有認識你的人面前公開承認我不行了。絕大多數人做不到，他們寧可去借錢，也不願意降級。而這個選擇通常就是滑坡的第一步。所以真相是，收入是浮動的，身份是固定的，而你的支出是跟着身份走的，不是跟着收入走的。一個人升級生活的那一刻，他同時簽下了一份沒有終止日期的合約。3. 收入的集中度陷阱，這一點講的人更少。我們直覺上會覺得賺得多的人比賺得少的人穩定，但如果你去看收入的結構，常常是反過來的。一個月薪5萬的上班族，他的收入來自一個組織，
一個固定的發薪日，一份有法律保障的合約。這份收入很低，但它非常規律。一個月入50萬的老闆、顧問、創作者、業務、投資人，他的收入可能來自3個大客戶，或者一個爆紅的產品，或者一個特定的政策窗口，或者某一年的行情。後者的平均值高得多，但它的波動也大得多。而且更關鍵的是，它的壞消息傾向於一次全部到來。3個大客戶不會一個一個慢慢走，他們會因為同一個原因，產業不景氣、政策轉彎、平台改規則，在同一個季度一起消失。統計上這叫相關性。白話講就是，你以為你有3條腿，其實那3條腿是同一條腿的3個影子。高收入常常是集中的，而集中的東西會一起斷。4. 槓桿是雙向的放大鏡。槓桿，也就是借錢來做事，是財富加速最有效的工具之一。這一點我不否認，它確實有效。但槓桿的本質不是放大收益，槓桿的本質是把一個原本可以慢慢等的問題，變成一個有截止日期的問題。如果你全用自己的錢買了一間房，房價跌一半，你會難過，但沒有人會來敲你的門。你可以等10年。如果你借了70%，房價跌30%，銀行會打電話給你。他不在乎你覺得房價明年会回來。合約上寫的是他有權要求你補錢，而且是現在。槓桿真正奪走的不是你的錢，是你等待的权利。而在所有的財務能力裡，能夠等是最強的一種。5. 信用的詛咒。最後一個是最諷刺的。一個人越有錢，他能借到的錢就越多。銀行會主動打電話給他，額度會自動調高，條件會越來越好。這看起來是獎勵，但它的實際作用是，它讓你可以在沒有現金的情況下繼續做出承諾。當你現金不夠，又借不到錢的時候，你會被迫停下來。這很痛苦，但它救了你。當你現金不夠，但隨時借得到錢的时候，你不會停。你會用信用把這個動不起來，然後繼續往前走，繼續簽下一份合約，繼續增加一筆每月要付的固定支出。於是你的彈性被一點一點換成了承諾。等到有一天融資環境变了，利率升了，銀行不借了，注意，這件事跟你個人做得好不好完全無關，它是整個環境在動。你會突然發現，你所有的承諾都還在，只有那個填洞的工具不見了。講了這麼多，我不想只讓你焦慮。焦慮是最沒用的東西。我想給你2個具體的，今天晚上就可以算出來的數字。這2個數字，我認為比我有多少存款更能反映一個人真實的財務處境。第一個，彈性率。把你每個月所有的支出列出來，然後對每一筆問一個問題：如果下個月我的收入歸零，這一筆我能不能在30天內砍掉，而且不會有法律或嚴重的後果？能砍的歸到 A 類，不能砍的歸到 B 類。外食、旅遊、訂閱服務、買衣服、健身房多半是 A 類。房貸、車貸、保費、學費、房租、員工薪水、贍養費幾乎全是 B 類。然後算彈性率等於 A 類總額除以每月總支出。這個數字越高，你在遇到衝擊的時候能主動縮到多小？我要提醒你，這裡沒有一個標準答案。我看過的說法都是估的，沒有哪個權威機構定過一條線。但從結構上講，一件事是確定的，彈性率越低的人，越接近那家硅谷銀行。而一個殘酷的現實是，收入越高的人，彈性率通常越低。因為他有能力承擔的固定承諾更多，所以他簽下的固定承諾就更多。第二個，生存月數。生存月數等於你3天內能拿到的現金除以 B 類支出總額。注意2個細節：第一，
分子是3天內能拿到的現金，不是淨資產，不是房子，不是股票裡的未實現獲利，不是我朋友說他會幫我，是你現在打開手機按幾個鍵就能動用的錢。第二，分母是 B 類，不是全部，因為真的出事的時候 A 類你会立刻砍掉，用 B 類算才是你真正的底線消耗速度，算出來的这個數字就是你能撐幾個月。我個人的看法是，這只是我的看法，這個數字比一個人的年收入更能說明他的處境。因為年收入描述的是過去，生存月數描述的是你在壞事發生時還有多少反應時間。而在所有的財務危機裡，能不能活下來，幾乎完全取決於你有沒有時間。有時間的人可以慢慢賣，挑價格，談條件，等行情。沒時間的人只能賤賣。同樣一場風暴，同樣的資產，兩個人的結局可以完全相反，差別只在那幾個月。講到這裡，我必須停下來講一段公道話，因為這類內容很容易滑向一種廉價的安慰。你看，有錢人也很慘嗎？不是這樣的。我不想賣那種雞湯。收入低的人，彈性率可能確實比較高，因為他本來就沒什麼固定承諾可簽。但那不是自由，那是沒得選。而且他缺少一個更關鍵的東西，緩衝。一台機車壞掉，一次牙痛，一個孩子突然要交一筆錢，對高彈性但零儲蓄的人來說，一樣是滅頂之災。它的彈性率很漂亮，但它的生存月數可能是 0.5。所以這支影片真正的結論不是別變有錢，而是變有錢和變安全是兩件不一樣的事，而且他們有時候是互相拉扯的。大部分人一輩子只在追第一件，然後理所當然地以為第二件會自動附贈。不會，它需要被單獨設計。最後講一點我自己的觀點，你可以不同意。我覺得現代社會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他把財富這個詞跟可以被別人看見的東西綁在了一起。車、房、表、包、旅行、餐廳，這些東西之所以能代表財富，正是因為他們看得見。但真正決定一個人能不能撐住的東西，現金、彈性、時間，沒有簽下去的合約，沒有借的那筆錢，全部是看不見的。他們甚至是負的可見度。你的現金放在戶頭裡，別人看不到；你為了留着這筆現金而沒買的車，別人反而會注意到你沒有。於是就形成了一個我覺得很荒謬的均衡。我們把資源系統性的從看不見的安全轉移到看得見的表現，而這個轉移在收入越高的人身上進行得越徹底，因為他被看見的壓力更大，他能表現的選項更多，他能借到的錢也更多。所以那句流傳很廣的話，說很多高收入的運動員在退役幾年內就陷入財務困境。我要說明一下，那個具體的比例數字這些年被質疑過不少次，因為他的統計方法從來沒有被完整公開，我不會拿它當證據。但這個現象本身是被反覆觀察到的，而它的成因從來不是他們太笨，是因為他們的收入是短暫的、集中的、波動的，而他们建立起來的生活是長期的、固定的、不可逆的，是久期錯配，跟銀行一樣。所以如果這支影片只能留給你一句話，我希望是這句：別問自己我有多少，問自己我能撐多久。第一個問題是給別人看的，第二個問題是給自己活的。而這個世界上真正讓人晚上睡得着的，從來不是第一個數字。今天晚上花20分鐘把你的支出列成 A 類和 B 類，不用給任何人看。我幾乎可以肯定，你會在那張表上看到至少一筆你以為可以隨時停掉，但其實停不掉的支出。那一筆就是你需要重新思考的地方。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，可以分享給那個你覺得過得很好，但好像一直很緊繃的朋友。有時候最需要聽到這段話的人，
正是那個看起來最不需要的人。我們下支影片見。